大家好，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今天是2026年的2月13日，星期五，我们来跟大家在盘中来进行一下分析。怎么样，大家昨天看我的视频，今天是不是有收获呢？如果你有收获，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这个宝藏频道，好吗？一定要帮我点赞，你的点赞和订阅是对我最好的一个支持。我知道经过昨天的暴跌和今天的反弹，很多人的心态已经崩了。在我视频下方留言的人都说你太乐观了，这次真的不一样，这次真的要大跌了。而且呢，很多的博主都在喊狼来了，都在喊大顶已现，快跑。但是如果说你看了我的昨天的视频，你关注了我的观点，你就知道我明说了，我不看空。我告诉大家，昨天的下跌它不是基本面的坍塌，而是一次情绪性的错杀，是一次资金层面的猫腻。那么今天 CPI 已经数据出炉了，利好股市，国债收益率这边它是有一个暴跌的，利好科技，市场正在验证我的判断，我可是提前了给你发了视频的哈。但是我告诉大家，虽然我们看对了方向，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的盘面走的真的不算完美，不像上周五我们是坚定的看多，这周五的话呢，我是有一点点谨慎的，因为这根 K 线里面藏着巨大的玄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温柔的陷阱。好了，今天的视频非常的硬核，我要带你拆解昨天主力是怎么利用 CTA 策略去收割散户的，同时从技术面告诉你为什么下周二回来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下跌中继的生死考验。那么话不用多说，你可以看到在昨天我就已经说了我没有抄底 SOXL， 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有很多朋友也是做了一两波，做的相当的不错。而且呢，在昨天尾盘的时候，我直接在会员群说大盘不弱，不用丢掉信心。今天的话呢，我也跟大家讲了，在盘前我说这个数据绝对没有理由去进行砸盘的。今天我们会员群朋友盈利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老会员，他的一个反馈，我觉得是非常的有价值的。如果你想在盘中收到这些信息，关键的信息，而且让你入场的信息，不要让你丢掉筹码的信息，那么欢迎你一定要加入我们的会员群，在关键的时候有人拉你一把，避免亏损，有人告诉你入场，让你获得更多的盈利。欢迎大家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的链接，通过这个长周末好好的学习一下我们的策略，让你早一点实现财富自由。好了，今天我们来复盘一下昨天的诡异的走势。昨天周四我们就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超级利空，但是大盘却收出了一根光头光脚的大阴线，这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这里面全部都是量化资金的猫腻。华尔街现在大部分的交易都是由机器控制的，特别是 CTA。CTA 是什么呢？就是 Commodity Trading Advisors 这个策略。这个策略我告诉你，它不看宏观，不看财报，它只看趋势和动量。前几天大盘它在高位横盘震荡，波动率极低。昨天盘中一旦跌破了某个关键的 Gamma Flip， 所有的量化模型同时触发了卖出信号，这个就会导致什么呢？多杀多，机器检测到下跌的动量，于是疯狂抛售期货，抛售期货又带动现货下跌，进一步触发更低位置的止损盘，这个就是昨天大跌的真相。不是经济坏了，不是公司雷了，而是机器人在进行踩踏。主力机构利用了这一点，在底部张着大嘴接走了你们带血的筹码。证据在哪里？证据就在鬼故事里。大家来看一下，人为制造的恐慌是资金流向的错配，华尔街没有砸盘的理由，他们是在借机洗盘，好吗？那么今天盘前 CPI 数据公布，符合预期，甚至还要好一点，这个呢就直接给昨天的空头一记重拳。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在视频里面反复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下行，这个是一个超级利好的信号，资金成本在下降，科技股的估值压力在释放。从宏观层面来看，所有的鬼故事都烟消云散了，美联储没有理由鹰派，经济也没有衰退的迹象。所以说从基本面的角度看，美股没有升跌的基础，任何的回调本质上都是牛市中的技术性的修正。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虽然宏观无忧，但是技术面现在我就用2个字来说一下哈，比较的恶心，甚至说有一点点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大家接下来重点分析的风险点。那么你可以看一下昨天的阴线，真的
太长了，直接的击穿了多根均线。这种 K 线的形态我们称之为断头侧。今天周五虽然指数涨了，但是大家看一下这个力度，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晕线，或者是叫做内包线 inside bar。 那么今天的反弹实体有没有吃掉昨天阴线的一半？没有啊，差一点点。那么在技术分析里面，如果大跌次日的反弹无力，无法收复失地，那么这根阳线很有可能不是反转，而是下跌的中继。也就是说，它只是下跌途中的一次喘息，就像死猫跳一样。而且呢，别忘了下周一是总统日，美股休市，这是一个长周末。长周末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资金它是厌恶不确定性的，很多的交易员会在今天尾盘选择平仓过节，这就会限制今天的反弹的高度。所以现在的风险在于什么呢？如果说今天的收盘你不能给我收到688或者是690以上，那么下周二回来，大盘很有可能会顺着昨天的惯性再杀一根阴线，去完成这个 N 字形的一个下跌。那么 QQQ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也没有说好特别的多，因为收益率下跌对它利好是更大，但是同样它上方是面临着均线的死叉的压制。如果今天不能强力拉升到608以上，那么现在的反弹很有可能就是又多。那么我们分析的猫腻和风险，我们的直接的判断是什么呢？在大方向上面，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依然不看空。昨天的下跌它是 CTA 机器人的杰作，并不是基本面的坍塌，牛市没有结束的，好吧？那么短线的剧本，今天周五是修复的行情，但是力度有限，我们大概率会收在昨天阴线的下方，形成一个尴尬的等待的形态。那么具体的，我们等到今天收盘了，我们再来做分析。具体的分析呢，可能在周日或者是下周一，我来给大家讲解，好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这个宝藏的免费的频道，好吗？如果大家觉得你花小钱办大事，你能够让你自己的盈利有更多的收获的话，那么欢迎你一定要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我们等着大家来加入，等着来看大家的恭喜，好吗？那么下周二的一个预测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先大致做一个预测，因为毕竟现在是盘中嘛，很多的数据没有那么的准确，大概的做一个预测。实际的预测的话呢，我们要等收盘，然后在下周一，然后给大家来奉上哈。那么长周末回来之后，我认为市场它会面临真正的一个方向的选择。如果周二开盘不能高开高走，那么下跌中继就会成立，大盘还会有一波急杀去回补下方的一个缺口，好吧？那么多头 SPY 它的一个防守的位置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的，就在676这个地方。如果说要跌破的话，那么下面的这一根角度线就是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位了。多头的进攻位在哪里呢？你最好给我收到690以上，否则的话呢，我看多我会比较的悲观一点。QQQ 这边，它也许还有机会向580左右进行一波杀跌，但是呢，如果它能给我站上616以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去乐观了。策略是什么？不要追高，因为像今天这种反弹，它并不是非常的强反弹，好吗？它是弱反弹，弱反弹就绝对不适合开新仓来追高。还有一点，不要重仓过节。鉴于长周末的不确定性和下跌中继的风险，建议大家把仓位控制在5-6成，你一定要留出子弹。如果说你的手里全部是科技股，你要做好一些对冲的保护，好吗？那么最后把金句送给大家：看得懂的诱空它是机会，看不懂的反弹它是陷阱。昨天的下跌我是看懂了，所以说呢，我把握住这个机会了。但是今天的反弹如果无力，那么就是陷阱。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让你去赌博，而是要根据信号做好滑头的一个准备。现在这个市场全部都是镰刀，只有当你看清楚了主力利用 CTA 制造的猫腻，看透了宏观与技术的背离，你才能够活下来。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深度分析对你有帮助，请你一定要帮我点赞订阅，好吗？祝大家长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二决战紫禁之巅。那么希望大家好好的来跟随我们，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周末，我们下期视频再见。